尤娜爸爸，您当时为什么是从机场赶到的公安局？收行李干什么？尤少华，到底要干嘛？累了，扛不住了。我们两个说好的啊，娜娜高考结束之前，我们谁都不搬走的。你现在走了，你让我跟娜娜怎么解释啊？你可以啊。找我毛病的时候，你从来都是张口就来，这对你来说不难。爸，你要出门啊？我要去北京出个差。哎呀，我录音笔忘学校了，爸妈，我去趟学校。娜娜，不对，他根本就没有出去过。如果从学校回家再回学校，一般会说：“我得回趟学校。”可他说的是：“爸妈，我得去趟学校。”天哪！怎么办？我们两个说好的，尤娜高考结束之前，我们两个人谁都不搬走的。你现在这么走了，你让我跟她怎么解释啊？爸，你要出门啊？我要去北京出个差。哦。哎呀，我录音笔忘学校了，爸妈，我去趟学校。娜娜。所以这是第一次你们有分居的冲动，你们之后还有分居过吗？我有打算，打算。就是想借出差的借口出去住几天。所以分居计划又没有成功，对吗？我可以问一下，是什么样的原因阻碍了你们的计划吗？爸，你看这。爸，我给你切个猕猴桃吧，你不是最爱吃猕猴桃了吗？娜娜，爸爸要出差几天？啊！娜娜，娜娜，哎，爸爸要走了，你说不舒服啊？哎，娜娜，娜娜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疼吗，丫头？爸爸一定赶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来啊！好呀，等你啊。我本以为只要瞒着他，他就不会受到伤害。你们夫妻二人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，即便你们不说，孩子也能够察觉到。你们现在感到很自责、很愧疚，对吗？其实没关系的，
高三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，夫妻矛盾上升到家庭矛盾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很普遍？是的，高三是一个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的家庭而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，那么他的家庭关系就会变成只剩下父母两人相对。那如果这时父母的关系不太融洽，孩子就会担心，当自己走后，父母的关系无法维系下去。那这个时候，孩子就很容易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问题，而这些不同表现的背后都有同一个行为动机，那就是维系家庭关系。你是说，他是为了不让我们分开，才变成这样的？我想，在你们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。剩下的时间，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吧。这盒火柴里面，红色是尤娜，黄色是妈妈，蓝色是爸爸，绿色是朋友或者同事，白色是亲人。我想请二位回忆一下，在这2年当中，你们印象最深的5次争吵，起因是什么？都与谁有关？妈妈先来。娜娜问你分科。那逃课，去参加歌唱比赛。娜娜要买手机。我妈。我妈偷偷给娜娜买的手机。娜娜要学播音主持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重新做一次这个测试。这次爸爸妈妈分别选择，你们想一下，在这5件争吵的事情当中，哪一件让你们会觉得非常的伤心，或者重伤你们的事情是什么？与谁相关？好吗？尤娜妈妈，在您提到不支持尤娜去学习艺术的原因当中，我感受到了你对爸爸的不满。而当尤娜不顾你的反对，执意选择了去学习艺术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很难过、很孤独，甚至有一种被抛弃、被孤立的感觉。你们2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很大的问题。也许妈妈想要沟通，但是会发现方式不恰当，而爸爸想要努力，可又觉得沟通会让你有挫败感，想要逃避。你们2个有没有发现，在你们的潜意识之中，唯一一致的目标就是尤娜。所以尤娜总是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到你们的矛盾当中，这就导致了孩子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。他会认为是他的原因导致你们的婚姻失败，还会让他误认为，只有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们2个人才会齐心协力地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给娜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对不起。
最后，我想请你们2位依次点燃这5根红色的火柴。我们今天的咨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当鸟儿没有了翅膀，谁代替它飞翔？当空气没有了花香，谁又能去绽放？如果一定要谈梦想，谁有勇气流浪？可最奢望的时光，是你们在身旁。我的眼泪。爸，我给你切个猕猴桃吧，你不是最爱吃猕猴桃的吗？娜娜，爸爸要出差几天？我的伤悲督促着我成长，和一个人如一座座山，童年印象是最小的上扬，是小船游荡，是江里的那颗糖，我的眼泪止不住。爸爸要去机场接人。现在慌张是对爱的渴望。他以为只有这样做，才能留住爸爸，才能保住这个家。教授，你这也太临时了，在哪儿啊？就那儿，上去吧。蛮大的嘛，就它了。我看了他的手稿才知道，原来心理咨询室的配置不止一个咨询室这么简单，还有什么音乐放松室、宣泄室、心理测评室这些。我想了一下，与其让这个平台风吹日晒的，还不如给他多隔出来一个工作区域，这样的话还能作为沙盘室、团体活动室，对吧？我终于知道赫顿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了。为什么？你把男人该干的都给干了，简直是不给男人一条活路。钱老师，你以为我叫你来参观的吗？不然呢？给你留活路啊！这是非常典型的追逃模式。追逃模式，一方抱怨索取，一方回避拒绝，一方情绪激烈，一方表现冷漠。很多婚姻关系啊，都会陷入这种追逃模式当中。这个丈夫的逃避也是非常典型的，妻子的咄咄逼人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能，所以他以为他的逃避能缓解矛盾，换来安宁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逃避会更加刺激自己的妻子。而在这个家庭当中，最糟糕的是，他们的女儿卷入到夫妻矛盾当中。三角化呢，使他们夫妻2人矛盾的焦点变得模糊起来。而这个时候，恰恰他的女儿表现出想要追随父亲的意愿，所以妻子会有非常强烈的背叛感。
觉得女儿也可能会像丈夫一样远离自己，从而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的丈夫，以求平衡。你用了什么方法？我做了一个火柴测试，基本上二人的认知已经重构了。孩子呢？这个孩子的核心恐惧是家庭关系，如果家庭关系得到改善的话，那这个孩子的防御机制就会自然瓦解。当然了，这是最好的结果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想最后我都会把核心回归于孩子个人的治疗上。个体疗法和家庭疗法双管齐下，还加了一个意向的方法，你这是招招见血啊，不错。这不是您教导的好吗？您说过的，不要拘泥于某一种流派，我说谨遵师言，好吧？你这孩子就会哄我开心。说吧，中午想吃什么？我中午可不在这儿吃，我得回去。我刚搬完家，汤丽在家等着我呢，要不回去她头都该打。刚好，都替你们准备好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哇，我这天天蹭吃蹭喝的，这临走了还有蔬菜手办礼，多不合适啊！那我自己消化了。我只是客气一下。小心后面啊，轻拿轻放。慢点。我已经把这些架子都放好了，贴上标签了，你就负责把那些摆上就行了。模型啊，我喜欢。 3000个。那我就先走喽。你去哪儿啊？约了美容，加油！你这甩手掌柜当得好啊！不用谢。这怎么还有一车呀？您是哪一栋的？这栋啊。哦，我们给隔壁搬家的，不是您这栋。 你这丫头，是不是又落东西了？老师，你别说啊，赫顿的工作室呢，刚步入正轨。你作为前辈，确实有很多有用的意见可以给的。您放心，这3句不离小师妹，依我看，您还是更偏心于她。干这行啊，你靠的是灵性，我担心。赫顿呢，靠的是力气，我总担心他劲儿使太足了，伤到自己。上台阶儿，你慢一点。这是要干嘛呀？来，1、2、3，抬脚。不许遮眼睛啊！我说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喜欢吗？怎么了？不满意啊？我是按照你图纸做的。丽丽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，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你说的有点早，宝贝儿，其实是……我收回刚才那句话。你想以身相许，我还不一定同意呢。哎，他有点针对我呀，他这么做对我真轻易的。哦，
缘分吧。你们俩吧。你这人也真是啊，我在这摆了一下午，连一句谢谢都没有。谢谢啊。其实也没什么，都是丽丽安排的，我就是打个下手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欠别人情。你之前说电台那个事情，再跟我说一遍吧。但是前提说好了，我不一定去，但是我会竭尽我所能来帮助你。好，我想找你做的这档节目啊，叫做《新飞夜话》，它是当年全中国第一档，也是最火爆的一档情感节目。在那个心理咨询还没有被大众认知的年代，它成为了无数人的情感支柱，帮助。我只想问你个问题：为什么这档节目当年那么火，你要花费1年的时间来说服你们电台呢？老师，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？我的学生啊，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别藏着了，说吧。就是之前，我不是把一个 F 档案转给师妹了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能不能把那个案子重新转回来，让我接手？之前是你说想换个研究方向，所以我才把档案转交给河顿的。怎么，新选题有什么问题吗？新选题没有问题。我这不是怕小师妹工作室太忙，我好帮她分担一下吗？我觉得你还是先把手上的选题做好吧。那个案子回头吧，回头我问问他。我也不知道赫顿怎么想的。好。现在做广播呀，不如从前那么风光了。现在听广播的人，无非就是在车里听听路况、听听新闻，再也没有人躲到被窝里边去听节目了。的确，这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朝阳产业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被你拒绝。你知道我妈是怎么用微信的吗？只要微信软件一更新，我就会重新帮她写一份。在每一个时代、每一座城市、每个群体，都有人跑得快，有人走得慢，甚至还有的人掉队了。掉队这个词形容的不太贴切，应该说，这些人更想活在以前的世界里，沉浸在昨日的美好，而错过了今日的班车。可往往是这些人，他们的困境，他们的想法，却很容易被忽视，也最容易得不到关注。其实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内心是愿意接受的。我并不担心这是不是朝阳产业，我唯一担心的是，在我不熟悉的领域当中，我的专业能给你们多少帮助，还有作用。
对不起啊，何老师。其实我会游泳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其实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如果换成我，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。真的，像你这个年纪，能够默默承受这一切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何老师，我爸妈还会和好吗？我必须诚实的回答你，我不知道，不一定。你有听过菜苗移栽吗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把刚长出3、4片叶子的菜苗连根拔起来，种到另外一片土壤上。一株小菜苗离开生它养它的土壤，到了另一块土地上，你是不是觉得它一定会死？但事实恰恰相反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会选择移栽，因为无论是产量还是生长速度，都会比之前提高1/3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本来就不存在非常完美的家庭，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问题，而我们早晚有一天都要从那个保护壳里面钻出来。也许我们会遇到狂风暴雨，我们会害怕，但我们也可以像那株小菜苗一样，更加茁壮的成长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并不是一个人，你并不孤单。这里是小哲妈妈工作的地方，小哲爸爸因为意外去世，剩下你周阿姨一个人独自支撑着家庭，每天要在这里忙到很晚。周阿姨的爸爸在你爸爸下岗的时候帮助过你们全家，所以你爸爸才会这么努力的想要帮助他。去哪儿啊？今天客人多，我去我妈烧烤摊帮忙。我在阿姨的烧烤摊看见尤娜了。她去我妈那儿干嘛？来了，我来吧。她好像是去给阿姨打下手，还挺勤快的，招了不少客人呢。听说她和爸妈的误会已经解开了。啊，这次事情之后，我们学校也开设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室。以后我们同学间再闹什么矛盾，就有人帮我们沟通疏导了。我知道他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可能他还需要时间。拿着吧，这是尤娜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喂，我想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个节目做好吧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装修队的？我刚搬到隔壁。你不是那天晚上在赫顿，我找你很久了。请进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没戴眼镜，晚上太黑了，没认出你来。没事的，我叫叶家辉，叫我家辉就行。佳辉，你这些是？我刚搬过来，还没有来得及收拾。需要我帮忙吗？谢谢你啊。真巧，没想到我们成邻居了。是啊，你先坐。其实我找了你很久，我去过你之前名片上给我的那个地址，他们说你离职了，上面也没有你的电话，所以我根本联系不上你。抱歉，我那天实在太忙了。没关系，这不正好说明咱俩挺有缘分的吗？谢谢。我看你之前吃的那些药，你会定期看心理医生吗？其实我吃药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控制的挺好的。你碰到我那天，是我刚好到海市，我的朋友说要给我接风洗尘，所以一高兴就喝多了。以后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。是啊，那天真是要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就真出事儿了。没什么，我之前在自杀干预中心工作，每天救人已经习惯了。对了，其实你可以考虑在海市继续进行心理治疗，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心理咨询师。我不需要。我只是提一个建议。你为什么不推荐你自己呢？我才正式做心理咨询，但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想我可以。我不用。我不是觉得你不够资格，是我不想让你当我的心理咨询师，因为心理咨询师和他的来访者是不能谈恋爱的。钱开业，你这大半夜够早的呀！啊？答应了。真的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一定不会让你白做苦力的。嗯。哎，米其林大餐。哎，我觉得这件事吧，还是靠我自己的功劳。哎，我这暴脾气。哎，丽姐，别动手，大餐肯定有啊。钱开也不差这点儿。赫顿呢？给他打电话给我挂了。办正事去了，说一会儿回来。先进去喝点东西吧。谢谢啊，家辉。不用送了。钱开义，你怎么来了？家辉，这是那天在酒吧救你的另外一个人。你好，我叫叶家辉，谢谢你那天救我。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他脑子被驴给踢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进去看看他犯什么病。晚安。你好，晚安。哎呀，你癫痫病犯了。个性，太个性。这桌上的装饰品啊，过于别致，会让来访者对你产生内心脆弱的刻板印象。一直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，就是联系不上。今天终于有机会把它送出去了。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
你不会觉得它幼稚吧？怎么会？我很喜欢。八音盒发出的声音里有一种阿尔法电波，与脑电波里528赫兹的一个电波相吻合，所以它可以让人感觉非常的平静。它的作用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。那你觉得我静了吗？还真不巧，我这脑电波是857赫兹的。郝老师，我劝你一句啊，别听别人在那瞎忽悠。钱开义，你脑子进屎啊你！我大晚上的吃个夜，你在那冷嘲热讽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你怎么不问那小人想干嘛呀？大半夜跑人家里来，你还挂我电话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吃醋了是吧？我吃醋？我为什么吃醋啊？我吃醋了吗？那你呢？你大晚上来我家干嘛呀？我来你们家干嘛？我有正事找你啊！什么正事啊？合同，明天早上9点，这里还得把合同签了。哎，还有薪酬啊？哎，可以。我没有想过要工资。哎，你别多想啊，这个合同就跟咨询机制是一样的，就是为了约束你，也是为了鞭策我。走了，明天还有正事儿。大晚上戴墨镜出去，不怕被车撞吗？他可能是怕被打。哼，老贺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还真有点小两口那意思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他那么欠，我跟他像吗？像。钱开。国外有说法，八音盒的声音与脑电波528赫兹一种电波相吻合，它的作用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。破八音盒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好巧啊！你好，这是哦，还剩一点行李没有搬过来，搬到公司刚刚搬过来，我收拾一下啊。你上次那个搬家师傅蛮专业的，我还想问哪儿找的呢。啊，我是在58到家上找的。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下载一个，随到随到。回头我也下一个。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没事儿，真的不用，特别方便。我先不用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行李太沉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没事，我打扰了，我倒垃圾去。拜拜。我知道，我都已经试过了，
是，但问题是现在那个档案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我实在拿不出来。你别着急行吗？我会尽力的。哎，老婆，哎，来了。苍总，10点的股东大会，曹总参加不了，说改天再约。有跟进曹总的身体状况吗？他说没事儿，我就没再追问了。